朋友们，在这个时间点，你能刷到这支影片，绝对不是大数据的巧合，也不是算法的随机推送，这是一场跨越维度的神圣同步性。此时此刻，无论你是正疲惫地坐在下班的捷运上，还是在深夜独自一人面对屏幕，请你先深呼吸，因为这不仅是一支影片，这是一封来自宇宙的邀请函，你的高我正在敲门。因为有些关于你，关于这片土地，关于我们共同使命的真相，已经到了不得不揭开的时候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今天我想邀请大家先把那些关于地缘政治的紧张，关于经济股市的起伏，关于社会上蓝绿白纷扰的杂音，统统在脑海中关掉。哪怕只有这一刻，让我们把目光从外部世界的喧嚣中收回来，聚焦在脚下这片被称为台湾的土地上。或许你每天生活在这里，早已习惯了它的潮湿、它的拥挤，甚至它的嘈杂。你看惯了铁皮屋顶反射的烈日，听惯了巷弄里机车的轰鸣，在你的认知里，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，甚至有点乱糟糟的亚热带岛屿。但在我的眼里，在更高维度的能量视野中，这片岛屿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。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地理名词，它是一个正在被激活的巨大的行星级能量门户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大胆，甚至有点不可思议，但请你耐心地听下去，因为这不仅关乎这片土地的命运，更关乎你一个在轮回中穿梭已久的老灵魂，为何会在这个宇宙的关键时刻精准地选择降临于此。我们常说风水，老一辈人讲究气场，其实风水的本质就是能量的几何学。在国际能量研究的领域里，有一个鲜为人知却震撼的发现，科学家和灵性探查者们测量了全球各地的能量场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台湾这块看似弹丸之地的岛屿，竟然拥有着全球最高密度的能量场数值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可以被探测到的物理事实，是大地母亲盖亚精心布局的能量网格。如果你打开卫星云图，从太空中俯瞰，或者更进一步用以太层的视角去观察，你会发现台湾的形状像极了人类的心脏，这绝非偶然。正如心脏是人体血液循环的动力泵，台湾在地球的能量网格中扮演的正是起搏点的角色。它处于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剧烈挤压之处。这种地质上的巨大压力在物理界表现为地震和造山运动，但在灵性层面，这种巨大的挤压转化为了极高频的能量释放。想一想，为什么这片小小的土地上能拥有如此高密度的崇山峻岭？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就有200多座，这在世界岛屿地理中都是罕见的奇迹。这些高山其实就是地球的天线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昆达里尼能量的上升通道。中央山脉就像是一根粗壮的主动脉，或者是人体的中脉，纵贯南北，将来自地心深处的原始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岛的每一寸经络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修行者、敏感体质的人一来到台湾，或者一走进台湾的山区，就会感觉到头顶发麻、手心发热，甚至会莫名的流泪。因为这里的能量频率是如此之高，它会自动与你体内的能量体产生共振，强制性的帮你清理那些低频的堵塞。你可能以为那是高山症，或者是缺氧。不，朋友们，那是能量的灌顶。朋友们，宇宙做事从来不掷骰子。你之所以此时此刻身在台湾，无论你是出生在这里，还是后来移居至此，都说明你的灵魂签订了一份特殊的契约。这里是老灵魂的聚集地，是宇宙特意为即将毕业的高阶灵魂准备的期末考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里的能量场太强了，它就像一个放大器，在其他地方你可能需要修炼10年才能觉察到的人生课题，在台湾可能几天、几个月之内就会通过激烈的人际冲突、突发的工作变动显化在你的面前。你会发现，生活在这里节奏快，压力大，人际关系紧密而复杂。很多人会抱怨这种拥挤，抱怨这里的内卷，但在灵性视角看，
这正是高密度的灵魂碰撞。宇宙把这么多高能级的灵魂压缩在这个小小的岛屿上，就是为了通过高频的互动加速业力的燃烧，加速集体意识的觉醒。你是不是常有这种感觉？即使生活再平稳，你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躁，或者是一种莫名的期待，仿佛在等待某个信号的响起。你对世俗定义的成功，赚多少钱，买多大的房子，越来越提不起劲，反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思考：我究竟是谁？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这样宏大的问题，恭喜你，这就是老灵魂的典型特征。你的灵魂记忆正在复苏。你之所以选择台湾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只有在风暴的中心，平静才最真实；只有在能量最强的地方，觉醒的速度才最快。你是为了协助这片土地完成能量升级而来的，你是光之网格上的一个节点。让我们再深入一点，聊聊这片土地独特的能量地图，这会对你的日常修行和生活状态有极大的帮助。如果你仔细去感受，你会发现台湾东西两侧的能量质感是截然不同的。这是一幅天然的太极图。西海岸从台北一路延伸到高雄，这是一条充满了火元素与金元素的能量带。这里人口稠密，科技产业发达，资讯流动极快。这里的能量是向外的、显化的、创造的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处理器，在不断地处理着复杂的信息和物质。如果你身处其中，你会感到强大的推动力，这非常适合去创造事业、去行动、去体验物质世界的丰盛。但副作用是，这里的高频躁动容易让人迷失在忙碌中，让你的心火过旺，忘记了内心的宁静。而当你穿越了中央山脉，来到东海岸，你会感觉到一种瞬间的切换。花莲、台东，那里的能量是水元素与风元素的结合，那里直面浩瀚的太平洋，没有陆地的阻挡，直接承接着来自海洋深处的古老记忆。很多灵性圈的朋友都说，那里连接着早已消失的列穆里亚 （Lemuria） 文明的频率，那是一种极度温柔、疗愈、回归母体的能量。当你坐在七星潭的岸边，或者走在长滨的道浪中，你不需要刻意去冥想，你的脑波会自动调整到阿尔法波，甚至西塔波。那里的风带着进化的密码，吹过你的身体时，不仅带走了汗水，更带走了你气场中沾染的灰尘。所以，作为一个生活在台湾的觉醒者，你要学会利用这种天然的能量布局。当你感到动力不足、无法落地时，去西部的城市里感受那种人潮涌动的生命力；而当你感到耗竭、灵感枯竭、心浮气躁时，一定要让自己去一趟东部，哪怕只是发呆2天，那也是在为你的灵魂电池进行深度的快速充电。除了东西部的宏观差异，台湾还有几个非常特殊的能量穴位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去连接。这就像人体的经络上有特殊的穴道一样，这片土地也有它的脉轮中心。首先是北部的阳明山系，那里不仅仅是台北的后花园，那里有着活跃的地热活动。硫磺的味道虽然刺鼻，但那其实是大地之火的气息。火在灵性炼金术中代表着转化与进化。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转折点，如果你觉得旧的模式、旧的关系像枷锁一样困住你，如果你渴望烧毁过去、浴火重生，那么请去七星山走走，去感受脚下滚烫的脉动，去呼吸那股带有原始力量的空气，请求大地之火协助你蜕变。那里是销毁旧业力最好的焚化炉。然后是中部的南投，如果说台北是头部，那么南投就是台湾的丹田。丹田是储藏能量、稳定重心的地方，那里有平静的日月潭，有深邃的溪头森林。如果你觉得心神不宁、焦虑浮躁，去那里的大树下坐一坐。台湾拥有世界级的神木群，每一棵都是活了几千年的智者，他们的根系深植于地底，树冠连接天际，他们是最好的天人合一的导师。不需要说话，只需要把手掌贴在粗糙的树皮上，去感受那种稳如泰山的频率，你的焦虑瞬间就会被抚平。那是来自大地母亲最深沉的拥抱，告诉你，孩子，别怕，你很安全。
说到这里，我想触碰一个对于生活在台湾的朋友们来说非常敏感的话题——地震。我知道，这往往伴随着恐惧的记忆，但在能量层面，我们必须重新看待地震。地震其实是地球母亲的一种呼吸和释放，就像一个人累积了太多的压力，需要通过叹气、大叫，甚至颤抖来释放一样。地壳也需要释放累积的张力，尤其是在台湾这个能量如此高频、如此密集的起搏点，能量的吞吐必然是剧烈的。每一次地壳的变动，其实都是一次能量网格的校准与重置。作为老灵魂，当我们在面对地震时，试着转换一下心态，不要陷入集体意识的恐慌中，不要跟着媒体的灾难叙事去喂养恐惧。相反，在震动的那个当下，请你试着稳住自己的中心。你可以想象自己像一棵大树一样，根须扎入地心，同时发送光与爱给这片土地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的意识是稳定的，你其实也在协助稳定周遭的磁场。在这个动荡的时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片土地的能量稳定器 （frequency holder）。这并不是让你无视物理上的安全，而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保持灵性上的定力。这就是你在为台湾做的最大的能量贡献。那么，作为被选中的老灵魂，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全球灵性海啸中，除了去山里、去海边，我们日常究竟该做些什么？首先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落地 （grounding）。我发现很多灵性圈的朋友很容易飘在天上，满口都是高维理论、星际文明，却过不好这一生，连基本的人际关系都处理得一团糟。但朋友们，请记住，你选择投胎到地球，投胎到台湾，不是为了以此为跳板逃离，而是为了把天堂的频率带到人间。所谓的觉醒，不是让你抛妻弃子去深山老林里打坐，而是在你每天的柴米油盐里，在你拥挤的捷运通勤中，在你繁琐的职场应对里，依然能保持一份内在的清明。这叫做入世的修行。台湾提供了全世界最棒的道场，这里的便利商店密度全球第2，这里的人情味浓厚，但也充满了各种琐碎的挑战。当你在排队买咖啡，前面的人动作很慢时，你能否觉察到自己升起的不耐烦，并选择深呼吸，送出一份耐心？当你在网络上看到蓝绿白意见不合的激烈争吵时，你能否不立刻升起对立的批判心，而是看到他们背后的恐惧与匮乏？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其实就是你的灵性考题。如果你能在最世俗的烟火气中保持觉知，你就是在进行最高级的炼金术。我建议大家从最简单的吃开始。台湾是水果王国，这片土地孕育出的食物，由于地气能量充足，本身就带有极高的振动频率。当你吃一颗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芭乐、番石榴或莲雾时，不要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或满足口腹之欲，试着带着感恩的心去感受这颗果实是如何吸收了台湾亚热带的阳光、雨水和土壤的精华。食物是光能的载体，当你带着觉知进食，你就是在摄入高频能量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心情好，带着爱去吃东西时，身体的轻盈感是完全不同的。还有喝茶，台湾的茶文化独步全球，高山茶更是吸收了云雾、日月的灵气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给自己泡一杯茶，看茶叶在热水中舒展，闻那一缕清香，这其实就是一个迷你的冥想仪式。那一刻，你与大自然的山川灵气通过茶汤连接在了一起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台湾的老茶人虽然不懂什么灵性理论，不讲什么脉轮能量，但却个个眼神清亮，气定神闲，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通过茶与天地沟通，与高维频率共振。我们要把这种生活的艺术找回来，不要让忙碌吞噬了你的感知力。每一次吃饭，每一次喝茶，每一次呼吸，都是在为你的能量体充电。朋友们，我们正处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而台湾恰恰是全球资讯流动最快速、最密集的节点之一。我们的注意力每天都被无限分割。作为老灵魂，在这个阶段，你必须学会一项最重要的技能——能量屏蔽。你要懂得保护你的能量场，
少看那些充满恐惧、焦虑、煽动对立的新闻和影片。在这个岛屿上，媒体为了流量，往往会放大冲突，制造恐慌。如果你不加选择的接收，你的情绪就会像过山车一样被外界操控。请记住一条宇宙法则：你的关注点在哪里，你的能量就在哪里。如果你整天关注负面资讯，担心战争，担心经济崩盘，你就等于在把你自己宝贵的生命能量输送给那个负面的时间线，你是在喂养那个你最不想发生的现实。反之，多去关注那些美好的、正向的、有创造力的人事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世界的苦难视而不见，做一只鸵鸟。真正的慈悲是看到苦难，但不被苦难吞噬。你可以作为一个观察者，看着世间的种种大戏上演，心中保持如如不动。当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会莫名其妙地喜欢靠近你，因为你的气场是平和的，你在无形中成为了一个能量的避风港。你的家人、你的同事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安心，这就是你在传递光，这就是你在执行你的灵魂任务。根本不需要你到处去宣讲大道理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疗愈。朋友们，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转折点。很多人说2025、2026是各种预言的终结，但在我看来，这只是一个旧周期的结束和一个新周期的开始。所谓的魔法时代，其实是意识法则全面显化的时代。以前我们觉得物质决定意识，我有钱了才会快乐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过来，明白是意识决定物质，我喜悦了，丰盛自然会来。台湾这片被海洋环抱的岛屿，正在从科技岛转型为灵性岛。我们常引以为傲地说，台积电是护国神山。是的，它在物质层面保护了台湾，但在灵性层面，真正的护国神山不是哪一家公司，也不是哪一座具体的山脉，而是千千万万个觉醒的发光的人心。看看现在街头巷尾有多少瑜伽教室、冥想中心、身心灵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这不是跟风，这是集体潜意识的渴望。台湾对于宗教的包容度，对于身心灵资讯的接纳度，在华人世界乃至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。未来台湾输出给世界的将不再只是晶片，更是关于生命、关于意识的高维智慧。而你们屏幕前的每一位，就是这个未来的共同创造者。现在的你可能正经历着所谓的阳生症状，也许你会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、嗜睡，或者在这个以美食著称的地方突然变得没有食欲。也许你会莫名其妙的悲伤，想要大哭一场，却找不到具体的理由。也许你的人际关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断舍离，一些认识了10几年的老朋友甚至亲人突然疏远了，或者关系破裂了。请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慌，这都是好的迹象。这是你的能量体在进行大扫除，在为容纳更高频的光做准备，就像蛇蜕皮一样，过程可能会有拉扯的疼痛，但那正是新生的前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要信任宇宙的安排，信任你灵魂的蓝图。你要相信，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，没有一件是错误的。那个刁难你的老板，那个背叛你的伴侣，那个让你亏钱的投资，如果你拉高维度去看，他们都是你灵魂剧本里的配角，是为了逼你走出舒适区，逼你拿回自己的力量而存在的。当你能对伤害你的人说出一声谢谢，我通过你看到了我的课题，那你就真正的毕业了，你就拿回了属于你造物主的力量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愿景，请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未来的某一天，当第一缕曙光照耀在中央山脉的棱线上，金色的光芒顺着山脊流淌而下，穿过森林，流过溪谷，汇入海洋。在那个时刻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在台北的高楼大厦里，还是在台东的乡间田野间，都能感受到这股光的洗礼。人们不再为了生存而焦虑恐惧，不再为了意识形态而争吵对立。大家见面时看到的不再是外在的标签、职位、收入，而是彼此内在神性的光辉。垦丁的沙滩上，
来自世界各地肤色不同的人们，手拉手唱着同一首颂歌。阿里山的云海旁，人们在静默中与天地对话。台湾成为了地球上最明亮的一颗星轮水晶，向整个宇宙放射着爱与和平的频率。这不是幻想，这是正在发生的未来，而这把开启未来的钥匙就握在你的手里。这条觉醒之路或许偶尔会感到孤独，因为先行者总是要忍受一段无人理解的黑暗。但请记住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看看这支影片的评论区，看看那些和你一样在深夜里寻找答案的灵魂。我们是一个庞大的星际家族，我们只是换了不同的衣服，在地球重逢。现在，我想邀请所有的老灵魂们，如果你听到了这种共鸣，如果你感觉到内心的某个地方被触动了，请在留言区打下简单的3个数字111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，这是宇宙的确认码，代表着我在这里，我已经准备好，我愿意承担我的光之使命。让我们看看，在这片土地上究竟隐藏了多少闪亮的灵魂，让我们把这份感动传递出去，分享给那些正在迷茫中挣扎的朋友。如果这支影片带给你一点点的启发或安慰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，帮我按一个赞。请记得，你是被深爱着的，你是被宇宙捧在手心里的奇迹。稳住你的频率，活出你的光芒。感谢你的陪伴，保重，我们下次再见。